大家好，我叫辛全生，天津人，土生土长的天津人，今年60，我是个木工，应该我拍了有600多集视频吧，都是木工制作的视频。就是咱说什么呢？就说我把我的视频呢，在半年前呢，传在外国网站上。外国网站有个网站叫嘛呢？叫 YouTube， 好像有人管它叫油管吧。就说我传了，到现在为止传了300多集视频，340多集。我们上外国传的视频呢，主要是加的字幕啊，加的是个中文字幕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个加英语字幕，就在我们工坊目前的现状，真的没那能力。所以说呢，突然间有那么一天，昨天吧，就是我们小不点打开有一个字幕，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华人，我猜测了肯定是中国的华人，他给加了一个英文的字幕，因为那个视频呢，后台是我们的，所以说呢，他弄了一个字幕加进去，叫我们确认一下。当初呢，我找了一个人，因为我这个徒弟懂英语的也不多，找了人给审了审的字幕，加的还挺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通过了。我现在外国的视频传到外国的视频，只有1集有英文字幕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我就感谢人家，说给人说谢谢呗，对不对？咱呢主要是嘛呢？为了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说真的，把咱的视频传到外国，叫外国人也看看咱中国人的这种工匠的精神，对吧？我传到外国，说真的啊，也不能说是误打误撞，就是人家外国人的视频到了中国啊，对吧？我也没少看什么美国那大胡子的，什么吉尔纳的视频，也好些个。说真的，我平心说，咱中国人的手艺，就是尤其做木匠的手艺，应该不比外国差，对吧？所以说我把视频呢传到外国，应该来说反应挺好。就什么呢？外国现在有多少？现在有个你们有个150多万点击量，就说论点击量，150多万在外国真是个小数目字。我也知道啊，这个我们这种小众的这个咱在中国呀，玩木匠的人不少。说真的啊，就是有懂行有不懂行的，懂木头也不少，但是真正动手的没几个。咱不能包括家具厂，就说嘛呢，反正这个视频呢，在这外国拍到这程度，我还有200多集啊，等着上传。有现拍的啊，有以前老的。就是我这视频，你看的这个在外国这个150多万次嘛，我的视频应该平均的时长啊，都得在多少呢？都得在平均起来也得在15分钟。所以说呢，咱就说这个外国啊，把这视频传到外国，就是那个华人给我们帮忙啊，感谢人家。如果有人呢帮我们加这字幕，就说中国的华人，对这个木工感兴趣的，咱共同呢把咱这个传统的文化让它推向世界，让外国人也看看咱中国的这个榫卯的工艺。说真的，不用一颗钉子把家具做成了，能坚持，比方说的话，100年也好，一辈子也好。说真的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尤其在家具上，大木作上，那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应该是老博大精深的。所以说呢，咱在这感谢啊，就是能给我们加字幕的人，就说咱事先就说，咱不说谢谢吧，咱就说，能得到你们支持，我感到心里特别安慰。咱说，如果有加字幕的团体，或者是什么有指这个挣钱的，最好别找我。原因什么呢？我拍视频也不要钱。你要是说真的，光我一个字幕加完了要多钱，我真付不起那费。咱有嘛说嘛，我这个工坊就是一个传统的工坊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发扬光大，给咱老祖宗别丢了脸。我最主要是说的是这一块。
啊，咱现在再说什么呢？再说说这个今日头条的事儿了。就是我啊，打去年呢签了一个合同跟今日头条，今日头条也扶持这个手艺人，对吧？我在今日头条签合同的时候，好像我问签合同那人，好像咱中国没有一个木匠在那里能签了合同，因为我呢是签的属于独家，所以说这几年呢，我在头条的视频应该是最多的。现在在头条唠的视频是575集，因为这里有好多原因，应该我的视频得600集。那阵儿呢，为嘛要头条把我的视频要刷下来好些个？它原因呢，咱多少也说一说。就是那阵儿，当初我13年那阵儿拍那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挺火的。为嘛呢？我拍的视频呢，那阵儿呢，我也有那么个小众的一个群体。我拍的这视频，我只要传在优酷上，那阵儿我不会传别的地方，都传在优酷上。只要传在优酷，没有3天，各大网站全有我的视频。所以说呢，因为我那地儿就没有人看了，所以说那阵当初我就说这经过吧，就是有个高人就说新郎你做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你要写的东西，完了之后你就让他们转去吧。他做了马赛克也挡不住，反正说了一堆技术的东西，我也不太懂。那么着我就做那个牌子，在那个牌子里我应该最少拍了没有，最少拍了也得有200集。哎，当初呢做完那牌子确实就是挺好的。后期呢，你到明后呢，现在它大数据也好，现在头条这个改革也好啊，他对这种有客户群的这种嫌疑的，他以为是广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不是人为的，就把我的视频摘了不少。我的视频现在啊，应该570集，每集平均下来应该最少也得15分钟。15分钟的视频呢，你要算570多集，应该是140多个小时。啊，这些年拍了140多个小时。你要是一天按8个小时计算，看8个小时不重样的，应该得看个15、16天，不会重样。当然那些有点什么干活的，占80%到90%，就其中有一部分各大电视台采访啊，就有点那么东西。其次呢，咱再说说，就原先我传的那优酷，那个优酷呢，现在我很少的量，因为什么呢？我2年将近就没怎么上优酷传东西，因为我签的是独家，所以说呢，优酷的粉丝啊也是上下掉，反正应该是咱从优酷签干的。现在呢，通过我徒弟又开了一个嘛地呢，又开了一个叫 B 站。这个站里头竟是个小年轻的，这个小年轻的这帮人呢，我头一开始以为这个 B 站肯定不会有量，后来这个我们的小不点把它经营的呢，应该有半年了吧，小不点啊，有3月不对，也就是3月。现在我那个在 B 站呢，最少得有11万的粉丝，有300万次的点击量。说真的啊，我现在这个视频呢，有几个应该挺好的，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比方说我在今儿头条里传了一个129条的鲁班锁，这个锁的点击量应该有240万吧，240万的点击量。当初我拍这视频的时候，我真的打死我也想不到有那么大的量，知道？你说就这么一个鲁班锁有那么大量，所以说呢，在那个视频里就好些人跟我帖子，就说你说你240万的量，你说那么些人跟帖子，说真的说嘛的就都有，就说有人说你这鲁班锁有嘛用？说真的，今儿咱有嘛说嘛。你要说问我这个东西有嘛用，我还真说不出它有嘛用来。不管有嘛用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这种东西。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创造的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产生一种工匠的精神。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的话，就是现在说的这个李克强，
会见那个德国的总统，他都送一个鲁班锁。那李克强总理送人鲁班锁的意思，不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吗？你要说这个东西有嘛用，说是说谁也不敢说有嘛用。好些个工艺品，你说它有嘛用？你看这种鲁班锁，就是当初送的就是这种6条的，我们这个呢，这等于是个33条的。我其中还拍了一个99条的，这个99条的这个鲁班锁在 B 站。在 B 站这帮小年轻的，我更没想到的是，这帮小年轻的也那么喜欢木匠。因为我这个视频传上去之后啊，说这 B 站里它有一个功能叫弹幕，好像就是你说的字儿啊，它能在字幕上，能说出话来，就是能打个字儿。我那个字幕上那几乎看不了视频了，全是满的。所以说呢，应该来说，咱老祖宗留这些东西，我就说呀，应该还是值得传扬的。原因是嘛呢？你看现在那么些小年轻的 ，B 站据说都是小年轻的人，他们都那么喜欢，我认为将来这个木工市场应该是个好市场。你说现在啊，咱再掉过头了，咱还接着说嘛？你就说这个木工现在维持这个现状，你不知道有多难。咱说是嘛意思啊？就说。你比如说的话，开一个别的个班，你比如说你开一个什么外贸班，或者开一个任何东西班，你这一个车间里头，这一个教室里头，你比如说有50人，有100人，这个教室能装300人，就300人，这一个老师上去，夹着个夹子，在那讲2个小时，把这些事儿讲通了，家走人了。这个事儿他就算完成了。所以说木工现在为嘛发展不好，它最主要的原因，它这个东西太难。难在哪儿呢？你想想，如果别说咱说几百人，就是你想折腾一个50人一块学习的地点，你就说是50个人要用多大的场地，这50道传统的工具，谁能把它都给它制齐了？包括我那么些工具，我都治不起。所以说，又得工具，又得地界，完了之后，老师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一个人能不能教50个人？他教不了。所以说，制约木工发展的不光这一项，好些项了。你说你现在上我这学员来了，应该我这学校开了有4年了吧？应该来了有大几百的学员了吧？就说你现在啊，有的学员来了。家庭条件不太好，你说他特别喜欢木匠，说真的，那将来准是个大事的时候，你说怎么办？他现在呢，说真的，你要让他学1个月的，他这个生活还就能维持；你要让他学的时间长，说真的，他确实维持不了。所以说，有的事儿呢，你这个事儿，你说他木匠发展不好，跟你就有老大的关系。孩子们学活来说真的啊。现在孩子们学活多不容易啊！就说，你说现在你要想让他学个活，他条件不太好，你告诉我，你说1个月我要维持工坊也得有学费啊，要我的工坊我怎么维持啊？所以说呢，现在你说那孩子他挺好的一个手，说真的，我不说的是大师级，那出来干活绝对是认可的，但是他学不长，他没法学，所以说我也就。自己这么大能力，也就是多留他几天。完事之后呢，有的那个呢，他确实悟性好的，我就收他当徒弟。现在我有60多个徒弟，磕头的有60多，还有20多个没排完号，没举行仪式的。说真的，现在咱中国啊，我不说大了，就是这种教育方式，你不能总归这些个人全去学计算机，你得有动手的。真正的说句实话，这一个要是社会发展的好，你就必须有一部分人动手能力特别强的，什么活你都要动手，你不动手，你这个木工怎么学？尤其这个木工，说真的啊，你要是学别的这个事儿咱好说，如果学这个工匠这种木工这种什么车工、钳工、车船、细胞这些东西，你必须得有一个踏实的心态。
现在什么呢？你比方说的话，现在你说现在谁谁有嘛本儿，对吧？谁谁是考的嘛证？你要真正说真的，他那个有个汽车高级的本儿，你要让他换3率，他都不知道在哪儿。就拿现在来说，你看现在的孩子们，他动手能力极差极差的。我今儿来访问来多说一个，就说有一个瑞士的人，就是也是一个高档的木匠。当初上我这来的时候，就说过那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瑞士人，如果自己能做的，绝不去买去。其实我听这些话呢，也挺感动的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你现在作为咱来说，咱没法有人这个条件，人家有车库，对吧？一个车库比就是一个木工房，想做嘛人家做嘛。但是咱呢，你说现在咱家里头就是这么块地界，你还得割出来一块地界，尤其是做木工活，那有脏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你叫他怎么学？他除了在工坊学一阵，剩下的他就没法学了。你就拿现在咱的职业教育来说，你说考的哪个本儿是正式？你比如说考电焊本，你要是把这个焊横平吊力，你把它焊好了，有几个焊了？只要理论通过，这个本儿基本就8九不离十。现在就是这种现状，对吧？你说哪个东西它要动手才行了？做木匠活，你比如说现在考试，木匠的考试，你说你要是考什么理论的东西，要叫我说根本就没嘛用，肯定是有用，但是你再有用，你也得去动手。你不动手，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？我有时候就跟我的徒弟说，跟你徒弟说嘛呢？我说这个东西，这基本功刮拉凿必须要练好的。我说你练不好，你就是一个带大的官来了，你就是来个县长，他拉不直，他凿不正，他也做不上。我说的这全是心里话。真正的中国的这个东西，它不在于教育，就在于动手的能力。要是有钱的人，我就说有闲钱的人呢啊，就是你吃饭不愁了，你有闲钱的人，其实投资点职业教育，应该是为国家做点贡献。你投一个职业教育，你把这孩子能给他教出来，叫他自己能养活自己，能养活一个家庭，你应该就是为了这国家做了贡献了。现在咱的职业教育简直就是一个，好像来说就是重视什么？重视就上课去。玩电脑，真正的教育就不在于口学，就在于动手。你动手的能力强，说句实话，我不能说自己能养自己，你要学个好手艺，你肯定能吃饭。我一会儿再说一句，就有一个学员来了，不是一个学员，说新老，我学完的手艺能不能吃饭？我以后就指着他吃了。现在我倒是有点闲钱，能制工具，能买木头。他说你学完，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市场能不能生存。我那天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要把手艺学好了，你肯定能生存。如果你学了在我们天津人说的2把刀的这个情况，你肯定不行。所以说学手艺一定要动手，动手才能养活自己。好，就这样。